往上面跑，往上跑，哇塞！还没赶上这回下过大雨。他们该跑了吧？哦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。今天是2023暑假旅行的第7天，也算是小朋友们在泰国旅行的第4天。今天小朋友们的计划是上午溜达着去看看胜利纪念碑，吃过午饭坐天铁看看四面佛，顺便在朱拉隆功大学里转转，然后再坐公交车去曼谷唐人街。接下来从唐人街坐地铁去伦皮尼公园，晚上坐天铁去暹罗附近吃晚餐。昨天在曼谷玩了1天，小朋友们都挺累的，上午10点才起床吃早饭。我觉得这个比麦当劳。吃完饭收拾好东西，已经是中午11点半，马上要开启曼谷第2天1日游的旅程了。从地图上看，小朋友们发现胜利纪念碑距离我们的出发地只有2站天铁站的距离，最终还是决定不坐车，溜达着过去吧。走在曼谷的大街上，耳边都是发动机的轰鸣声，街上的突突车和摩托车以及小汽车、公交车频繁穿梭。曼谷的出租车跟兰州的差不多，五颜六色的，特别显眼。走到皮耶泰的时候，正好路过一条铁路。皮耶泰这里不仅有一站天铁站，而且还是机场快线天铁的终点站。去苏纳万普机场，从这里坐机场快线还是很方便的。在曼谷逛街，过这种大型的十字路口的时候，需要一小段一小段的走，跟逛公园似的，还挺好玩。有吗？那快走。经过皮耶泰之后，我们转入进了一条小胡同。小胡同内仅能容纳1辆汽车通过，走在其间感觉清静了很多。小胡同里还有酒店和立体停车场。继续走到下一个路口，附近有一座王权免费购物中心。小朋友们对购物兴趣不大，我们也就没有去。不过据说泰国王权国际集团的老板，同时还是英超俱乐部莱斯特城的所有者。如果从这里继续走小胡同的话，路变得更窄了。我们决定回到大路上去。经过世纪电视广场，往前紧挨着就是胜利纪念碑天铁站，估计马上就要到胜利纪念碑了。那是去机场的。通这个站啊？不是咱们楼下那个站。楼下哪有站啊？他是直接去机场。
胜利纪念碑位于皮耶泰路与勒柴维提路交叉口，仿佛一座大环岛的中心。此时是下午1点10分，小朋友们早饭虽然吃得晚，但吃的并不多。走到胜利纪念碑，感觉又饿了。正好刚才经过世纪广场，他们听说里面有一家派纳空船粉餐厅，出于好奇，决定去尝一尝泰国船粉。小朋友们点了一个泰式浓汤牛肉船粉，一个红色汤汁的猪肉饭，我要了一份炸鱼饼和一份炸春卷。小朋友们又要了一份椰汁绿丝冰和一杯混合果汁。桌子上还有4小碟丸果，我们也都吃了。吃完午饭正好是下午2点10分，吃饱喝足了，接下来准备坐天铁去看看四面佛。4张天铁票需要128泰铢，这次小朋友们还是自己拿着纸币去人工柜台买的票。这边车也来了。他不到咱们这儿。胜利纪念碑到七龙也就10分钟的时间，从七龙天铁站出来，然后沿着曼谷最繁华的拉玛1号大街往回朝暹罗方向走，估计5分钟就能走到四面佛。这条大街可真够繁忙的，上面高架天铁穿梭，下面车水马龙不断。其实曼谷公路上的行车节奏还是很快的，似乎都不愿意在路上浪费时间。很快走到一处十字路口，旁边铁栏杆内就是传说中的四面佛。四面佛寺庙虽然面积不大，但却是一个享誉国际的著名景点。在泰国信仰中，四面佛梵天是财富之神，并会保护信徒平安，也被认为掌管人间的所有事情。其四面所求都不相同，分别代表事业、感情、财富和健康。另外，据说四面佛是非常灵验的，因此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。下午3点，我们离开四面佛，继续沿着拉玛1号大街往暹罗天铁站方向走。此时左手边是泰国皇家警察局总署。小朋友们接下来计划要去位于曼谷市中心的朱拉隆功大学看看。走到路口，如果不往南继续往西走的话，就是曼谷最繁华的暹罗地区，那里大型购物中心此起彼伏。小朋友们计划晚上天黑了再去转转，顺便在那里找个地方吃晚饭。所以现在直接先去朱拉隆功大学，路边恰巧还看到了非常熟悉的店面。向东南方向。这2天的天气预报说曼谷会有雷阵雨，看现在的天气感觉还好，谁知道曼谷的天气跟云南丽江的差不多。刚经过巴吞旺师范高中，天空中就开始掉下雨点了。我们快步走进朱拉隆功大学的校园，在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之前，一路狂奔，暂时躲进了朱拉隆功大学艺术学院大厅。往上头跑。
往上跑！哇塞！暴风雨大作了10几分钟，突然发现太阳出来了，眼前是美丽的太阳雨。真没想到，朱拉隆功大学用如此特殊的方式欢迎小朋友们的到来，真算是一个美妙的见面礼呀！朱拉隆功大学位于曼谷市中心繁华的暹罗地区，是泰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，被尊为全国最有威望的大学。所以通常在此大学就读的都是泰国非常优秀的学生。实际上，朱拉隆功大学成立于1917年，学校的名字取自拉玛5世朱拉隆功国王，学校的创始人则是拉玛6世瓦基拉伍德国王，因此双黄纪念雕像被安放在大学的中央位置，经常会有大学生前来合影留念。据说朱拉隆功大学在泰国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国的北大清华。1973年到1977年的时候，泰国诗琳通公主就曾在这所大学就读。继续往西走吧。穿过一条马路就是朱拉隆功大学百年世纪公园，前方绿地上好像在举行什么活动，走过去看看热闹吧。向左转。这是不是就是他们的毕业典礼啊？我感觉是，得从侧面走啊，这个桥过不去。小朋友们看到大学生们竟然如此富有青春活力，甚至都不敢想象。不过这才是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嘛。小朋友们想起在学校里穿着统一的校服，剃着统一的类似和尚一样的小平头，不禁感慨，那样的形象看上去都缺少自由自在的活力，更别提放飞自我亮丽青春了。3, 2, 1. 看看表，已经是下午5点。朱拉隆功大学基本上就算是游玩了。按小朋友们的计划，接下来要去曼谷唐人街转一转。百年世纪公园的西边紧邻着班塔通路，这条路也被视为曼谷的一条美食街。小朋友们用手机的地图搜索公交路线，正好53路或73路都能到唐人街，那就坐在路边等公交车吧。等了大约15分钟，终于等来了一辆公交车。上车买票，一个人8泰铢。今天小朋友们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，一上公交车晃荡晃荡的，瞬间就都来了困意。到曼谷唐人街只有几站地，
感觉越接近唐人街，路上的车越多越堵。终于到了站，赶紧把小朋友们叫醒下车。曼谷中国城又被称为曼谷唐人街，是东南亚最大的中国城。在明清年间，泰国曼谷因为挖锡矿而吸引来了众多华人移民，后来这个地方逐渐发展成为华侨重要的商业区，至今已有超过200年的历史。如今的街道样貌宛如50、60年代的香港。来曼谷唐人街的不只是华人游客，更多的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会来此逛街，至少在这里还能品尝到传统的中国美食。在唐人街逛了一会儿，游客实在是太多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去蒙公寺站，准备坐曼谷地铁前往士龙地铁站，去转一转相对清静的曼谷最大的生态公园伦皮尼公园。这回小朋友们在自助售票机上买的票，地铁票比天铁票要便宜很多。地铁票是黑色的小圆盘，哗啦啦的买起来还是很方便的。今天也算是第一次坐曼谷地铁，到此曼谷的各种交通似乎都体验过了，小朋友们也已经轻车熟路，以后买票坐车都基本上无障碍了。士龙地铁站有一个专门通向伦皮尼公园的出口，小朋友们之所以想来这个公园，就是看到介绍说这个公园里水潭边有巨型的蜥蜴，公园门口有一尊拉满6世国王纪念碑，俯瞰着繁忙的萨拉丹路口。别来了。昨天咱们就坐着这个过来的嘛，是吧？其实现在的伦皮尼公园原本是拉满6世国王的御花园，后于1920年开放供一般民众使用，所以伦皮尼公园应该算是曼谷第一个公共公园，到现在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可能人家喜欢踢球。走进公园正好是傍晚6点40，特别适合运动健身的时刻。由于泰国天气太热，许多市民和各国游客都会选择在傍晚时到公园进行运动健身活动。家的中途下边。啊，对对。咱这10时下边。这是卫生间吧？公园里的卫生间也非常人性化，里面还带有更衣室和淋浴间呢。伦皮尼公园可谓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，在公园里随处可见在路中间休息的小猫。那咱小区那小猫早就想好了。那咱往这边走吧。这公园里的动物一点也不怕人，总是表现得安全感十足。这地铁上这些泰语，感觉好像都差不多。这是猫还是石头？还真是猫，还真是小猫啊，就自己在这儿。我也以为是石墩呢。回到公园的入口，此时正好是晚上7点半。小朋友们在伦皮尼公园里转了大约1个小时，再次走回到士龙地铁口。接下来，小朋友们计划坐天铁去暹罗吃晚饭了。坐天铁，我们要走过路口，上到萨拉丹天铁站乘车。刚才提到的拉玛6世瓦吉拉姆国王，不仅创建了伦皮尼公园，同时他也是将泰国国旗从红底白象改为代表国家3位一体的3色旗的国王。站在天桥上，再欣赏一次曼谷特色的交通吧。这摄像头，他也不指着那个拍，这摩托车咋拍啊？太多了。看不清。我去。
帅吗？你看屏幕上。他们该跑了吧？哦。这里是曼谷的世龙路，世龙可以说是曼谷的金融中心，因而也被称为泰国的华尔街。买好天铁票，准备去暹罗。就人最多那站下。从萨拉丹天铁站到暹罗天铁站只有2站地，很快就到达了暹罗天铁站。从暹罗天铁站直接有出口通往暹罗百丽宫，小朋友们也都饿了，进去转一转，找个解决晚饭的地方。说来也巧了，走来走去，有位子的餐厅小朋友们都不想吃，想吃的餐厅却都人满为患。出去溜达溜达，抽根烟，反正暹罗这地方有好多餐厅呢。哎，有时候看着真好吃。这不也是吗？也是没地儿呗。走进暹罗中心，游客明显比暹罗百丽宫要少一些，因此也显得稍微清静一点。小朋友们在前方探路，很快找到了一家泰国餐厅，于是进去坐下，准备大吃一顿了。小朋友们都饿了，想吃什么就点什么吧，椰子碎冰和橙子碎冰，一份芒果糯米饭，一份泰国炒饭，一份香辣炸鸡，一份凉拌菜，一份咖喱蟹肉，一份辣椒炒虾仁儿。我刚才吃这个菜可能也有点辣呀。别吃辣椒啊！那你吃辣椒。这一顿饭下来，小朋友们深刻体验到了泰国小辣椒的厉害。这一顿饭也算是在泰国吃的最贵的一顿，算上10%的服务费，总共花了2112泰铢。还吃饭吗？吃完饭已经是晚上10点，在商场里溜达一会儿吧。据说暹罗地区的大片土地原本都是朱拉隆功大学的土地。时间不早了，继续坐天铁回酒店。小朋友们说，在泰国曼谷过马路就跟看好莱坞电影大片一样，感觉特刺激、特壮观。半夜去711买点早餐，顺便出来抽根烟。明天就要离开曼谷，小朋友们表示根本还没玩够呢。不过也没办法，时间紧张，只能这样了。突然想起一句话，在曼谷四面佛是很灵验的。那胜利纪念碑和四面佛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？咱们下期继续吧。同一个旅程，不同的主张，有什么问题请留言，欢迎转发点个赞。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，记得关注三叔，我们不见不散。